千山天高海阔中，静看风转动，云起暗涌。牢笼倚天一片晴空，世上虽经风雪万重，情义最终两者不会相容。在我生命中，何日也处去追我旧时梦。幻想千世随梦过，傲名世間天真做，誰能去分正邪？同一而坐，名利照而流過，將天界盡夢中。其实论武功、论才智，我实在比不上其他3位护法。只不过，是承蒙3位兄长的爱惜，才让我当4大护法之首。你太谦虚了。当年你所立下的大功，已经把我们3个过去的功绩盖过。我们都佩服你是女中豪杰，拿你当兄弟，肝胆相照，是心悦诚服，让你排第1。绝对没有相让之意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4大护教法王才以紫白金青这样排名。自此之后，我们更加以兄弟相称。金毛狮王在4大护法之中名列第3，我就尊称他为3哥。那位韩少侠后来怎么样？他受伤了，伤得重不重？哎，麻烦大了。胡金牛，哎，韩少侠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什么大碍，他身上的刀伤是小事，可是他在寒潭比武受伤，寒气已经侵入体内，寒气积聚，哇，变成寒毒了。有没有解救的办法呢？有我胡青牛在此，当然有办法了。可是他中的寒毒太深了，解毒需时，要定时服用我开的药，好好的调理才行啊。那麻烦你多费心了。别客气了。戴启思啊，你的肺叶冻伤了，你要服用我的药，要不然很麻烦的。我现在呢就去给你抓药啊。你醒了。我要去光明顶。吴青牛刚才看过你的伤势，你除了身上的刀伤之外，还中了寒毒呢。我比武输了，你不杀我，还找人医治我。如果在寒潭里，你不是稍一犹豫，输的人是我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我报不了复仇，愧对我爹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了，先把病治好再说嘛。你想干嘛？
如果你不杀我，恕在家告辞。你的伤势不轻啊，还是让胡青牛替你清除寒毒，等病治好再走了。我不要领你们明教的情。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雪，韩千叶，你不要走啊！雪越下越大了，你怎么走呢？还是先跟我回光明顶吧。你有病在身，你不想活了？我是死是活与你无关。你寒毒入体，在这么冷的天气很容易寒毒发作的。你走吧。世间上只有胡青牛才能够治好你的寒毒。寒毒要是停留在你身上太久，就会有性命危险的。我死不要紧，我只是不想死在你们明教的地方。千叶，韩千叶，韩千叶，韩千叶。你要嫁给韩千叶？义父，我们两个情投意合，想结为夫妇。丹启寺，你有没有想清楚啊？我已经考虑得一清二楚，义无反顾。难道你忘了，当日韩千叶前来光明顶是为了什么？他想对教主不利。不错，你身为护法，怎么可以嫁给本教的敌人？你不能嫁给那个姓韩的小子！我第一个反对！反对！反对！韩千叶跟明教为敌，已经是以前的事了。千叶答应了我，以前的事一笔勾销。哼，人心难测。当日他报不了复仇，可能不甘心，就利用你的感情，再对我们明教不利。韩大哥光明磊落，不会做这么卑鄙的事的。你对他着迷，当然这么说了。啊，那个姓韩的小子跟你吃了什么迷药啊？啊！你没证没据的，不要污蔑他人啊！大家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事可以好好商量。这不是在商量吗？劝她不要嫁给那个姓韩的小子，免得将来我们明教毁在那姓韩的小子手里。从今以后，韩千叶就是我的丈夫，以后你们谁再侮辱他，就是跟我紫杉龙王势不两立。太祭司，你执意这么做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你的终身大事，自己决定吧。为了跟我成亲，居然弄成你跟教内的兄弟不和，连一个道贺的人都没有。本来热闹的婚宴，现在变得冷冷清清。是我委屈你了。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，其他的事都变得不重要。可是如果有更多的兄弟为你庆贺，你一定会更高兴的。不知道韩兄弟夫妇欢不欢迎我呢？谢三哥。三哥，一点小意思。哇，好漂亮！漂亮。谢谢三哥。谢谢三哥。客套话就不必说了，我们喝酒。好。我先敬三哥一杯。来，三哥请。好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兄妹情谊永世长存。说得好，来。很多人会奇怪，为什么我不惜一切，一定要跟千叶在一起？老实说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也许感情这两个字是没得解释的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教生死相许。我说了那么久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啊？你想想看，以你一人之力回得了中原吗？你花那么久不累啊？哼，
你也知道我累了呀，你知道我累了就不要再烦我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的嘴巴从出海说到现在，你说的不累啊，我耳朵可听累了，乌鸦。珠儿啊，你先解开我们的穴道，让我帮你啊。难道我不想吗？可是我答应了阿牛哥，回到中原才能解你们的穴道。哎，阿牛哥有没有说不能回灵蛇岛？没有嘛。依我说啊，回去教训那3个波斯怪，太坏了，折腾了你一夜。我一定要警告他们，我们珠儿不是好欺负的。珠儿啊，你看，现在木筏左摇右摆的，要是突然一个大浪卷过来，我们就全都掉海里了。我可不想死得这么没意义，我宁愿回去跟他们同生共死，共同抗敌。你也不希望他们死在灵蛇岛吧？阿牛哥，珠儿，你再想想，你也不希望张无忌就这么死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要是你再吵的话，我就把你扔到海里，免得再烦我。珠儿，你冷静一点啊！那我叫你闭嘴，你不闭嘴，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？珠儿啊，好，我就把你丢到海里，我也用不着这么累。紫山龙王和韩千叶成亲之后，是不是还留在光明顶？哼，要是我知道他们那么对我们夫妇，我们早就离开光明顶了。试问当初谁会想得到，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？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由于教内大多数人对韩千叶存有偏见，所以他们成亲之后，彼此都没有来往。甚至后来，当紫山龙王提出要让韩千叶加入明教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都极力反对。所谓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本来我们夫妇打算离开光明顶了，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异父异母又突然之间失踪了。教主夫妇失踪，光明顶上当场大乱。正当我们日夜四处寻找教主夫妇下落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居然被我发现紫山龙王偷进密道。什么？是波斯总教派你来偷乾坤大挪移？乾坤大挪移虽然是从波斯总教传入中土，可是由于当年波斯总教曾经发生过分裂，乾坤大挪移心法早已失传，所以……可是你身为4大法王之首，应该知道没经教主许可私入密道，就是犯了教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有苦衷的？薛三哥，不瞒你说，波斯总教这次派我来中土，是另有原因的。你是波斯总教的圣女？据我所知，波斯总教历任教主向来都是由圣女所出任。为了维护圣女的贞操，所有被选为圣女者必须终身不嫁，保持处子之身。可是你却……那你又知不知道，身为圣女失去处子之身，按照教规会判以烈火焚身之刑。所以你就想偷取乾坤大挪移，将功赎罪。本来圣女完成使命，立了大功，便可以继承教主之位。可是我现在只是想将功抵过，以免一死。薛三哥，我可以对你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怎么处置我，我都不会怪你。你要坦白回答我，你偷进密道，真的跟教主失踪一事无关？异父异母对我有如亲生女儿一样，我怎么会加害他们呢？好，我相信你。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偷进密道，否则的话，恐怕我也保不住你。薛三哥的恩情，戴启思莫之难忘。当时我真的没想到，他居然不理会我的警告，再一次偷偷进入密道，结果……戴启思，你偷进密道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无话可说。戴启思，薛三哥，你不必多说了。戴启思既然犯下了本教的重罪，要杀要砍，悉听尊便。哎，戴启思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婴儿哥，你我总算兄妹一场，我也不想说假话欺骗大家。
可是至于我为什么要偷进密道，请恕我不能直言。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如果你是光明正大的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一定有苦衷，你不妨说出来。依我看，你偷进密道，说不定跟我们杨教主失踪的事有关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你来光明顶没多久，杨教主无缘无故失踪，你现在又偷进密道，世事哪有这么凑巧啊？我信得过紫山龙王，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我先信敢以性命担保，教主夫妇对戴启慈恩重如山，他怎么会加害教主呢？谢三哥，紫山龙王也许不会做出这种事，可是姓韩的小子就说不准了。你又在胡说些什么？大家都很清楚，韩千叶前来光明顶，目的就是找我们教主报仇，难保他不会包藏祸心，假意跟你成亲，其实是想找机会谋害我们杨教主。说不得，没有证据怎么可以随便冤枉人？想弄清楚这件事，把韩千叶叫出来问清楚不就知道了？混账！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根本没有必要出来向大家交代。你处处维护韩千叶，真是此地无银300两啊！韩某自问行得正，坐得正。你们有什么想问的，就尽管问吧。千叶，戴祭司，你放心吧，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，没有真凭实据的话，他们绝不会冤枉好人的。你这是说我们无理取闹了？郑军，有话好好说。韩兄，你自己站出来最好。我问你，我们教主失踪的事跟你们夫妇有没有关系？啊？韩某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大侠，可是也不是什么反复小人。想起当日杨教主对韩某总算有过不杀之恩，韩某怎么会加害于他呢？好，就算教主失踪的事跟你们无关，可是紫山龙王偷进密道，证据确凿。依照教规，凡是未得教主同意而偷进密道，该当何罪？教中人和人等偷进密道，必须自断一臂。杨作事，紫山龙王虽然偷进密道，但是罪不至死，断臂之刑未免太重。有法不依，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！法虽然这么定，可是紫山龙王在光明顶时日尚短，对于种种教规不是知道的很清楚。所谓不知者不罪，法外实行吧。范有时说的没错，依我看，还是罚他闭门思过吧。范有时、英二哥、谢三哥，你们对我的好意，戴启思铭记在心。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夫妇，我们再留在光明顶也没有意思了。千叶，咱们走。你们就这么走了，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？怎么，你们是不是想趁教主不在就为难我们夫妇啊？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冷谦，你说，明教教规第1条是什么？本教中人不得手足相残。难道你们想违抗教规，还不退下？紫山龙王，你听着，如果日后被我们查出教主失踪的事真的跟你们有关，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不会罢休。杨兄弟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何必做得这么绝呢？今天你们如此待我，戴启思铭记在心。不过你们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明教再没有任何关系，世上再也不会有紫山龙王。其实当年只不过是一场误会，紫山龙王又何须割袍断义，脱离明教？不是我绝情绝义、舍心舍气同袍之意，而是他们一口咬定说我们两夫妇存心谋害教主，我也不想再留下来仰人鼻息。对了，无忌说过，在密道内找到杨教主夫妇的遗体，为什么当年你3番2次偷进密道，都一无所获呢？当年我的确搜查过密道内各个石室，可是并没有发现义父的尸首。不过有间石室
我怎么都进不去。当年我被成坤那个奸贼困在密道之内，为了寻找出路，我才使出九阳神功打开那道石门。那道石门的确是要张教主那么深厚的内力才能够打开，才能够发现义父他们的尸体。唉，莫非这真是天意？也许是我们明教注定要遭逢此劫。自从杨教主失踪，教中群龙无首，最后，光是为了争论应该谁来继承教主一位，就弄得四分五裂。婆婆，你们夫妇离开光明顶之后，跟着又去哪里了？我们为了避开明教中人，就一直往东走，一直来到灵蛇岛这里便住下来，总算有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日子。后来，当我听到江湖上出现了金花银叶，就知道是你们夫妇了。真没想到，你们居然会用我送给你们的贺礼作为你们的标记。我们一心隐姓埋名，一直改头换面。既然当日三哥送了金花银叶给我们，我们便决定以此作为称号。从此江湖上只有金花婆婆跟银叶先生，再没有韩千叶跟戴启思。三哥在我们夫妇最失意的时候能够雪中送炭，这个恩情戴启思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。那位银叶先生现在怎么样？他在我们离开明教的第2年，他就离开人世。他可以说是被明教众人间接害死的。当年碧水寒潭一战，千叶被寒气所侵，当日经胡青牛的诊治，病情总算控制得住。可是自从我们离开明教之后，由于经常奔波劳碌，过了没多久，千叶又复发了。我们走遍大江南北，遍寻名医，可惜都治不好千叶的病。我没有办法，看着千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我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带千叶到叠谷去找胡青牛。只有他才有能力治好我相公。韩夫人，不是胡某不肯医治你的相公，你也知道你现在已经不是明教中人了，何况杨教主失踪的事与你有关，恕胡某无能为力。胡青牛，亏你称为医仙，你居然见死不救！韩夫人，胡青牛从来不医治明教以外的人。当日杨教主吩咐胡某医治韩先生，我才会破例的。今天你们跟明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另请高明吧。尊夫的病，恕胡某无能为力呀。你到底救不救？不救。如果你不治好我相公，我就先杀了你。戴祭司，这又何苦呢？千叶，你的病已经很严重了，千叶。所谓生死有命，能够在有生之年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，我已经于愿足矣。千叶，我不能让你死，不可以啊！胡医师，求求你救救他！只要你肯救他，你叫我干什么都行，求求你！韩夫人，总之你们不是明教中人，明教的教规我不能违抗。胡医师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，你让我死也行啊！胡医师，请吧，胡医师，请吧。如果上天真的要我死，我们也别勉强他了，我们走吧。千叶，你不能死，你记不记得答应过我，你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世，你不能死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会留着自己的性命，我要亲眼看见我们的孩子出世，一定会的。我们走吧。胡青牛，你给我听着，今天是因为我不是明教中人，你不肯出手相救。但是如果他日让我发现你医治明教以外的人，我一定会回来要你的命。咱们走。
我没事。前面没有多久，就是医神赛华佗的山庄了。等雨一停，我们立刻就去。戴切斯，在这几个月里，已经为我寻遍天下名医，结果还不是一样。不如算了吧。算了，怎么可以算了呢？只要能够治好你的病，就算走遍大江南北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你记不记得？也答应过我的，要看着孩子出世，所以你要赶快好起来，我和孩子都不能没有你的。戴奇斯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一定好起来。我不只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世，我还要看着他长大成人，出人头地。成家立室，开枝散叶。没想到千叶到最后还是没办法看到自己孩子一面。为什么明教会有这么不近人情的教规？太狠心了！这些教规，我一定会把它全部废除。就因为这样，胡金牛才难逃一死。是他害死千叶的，我当然要他一命赔一命了。对了，你的孩子怎么样？是儿子还是女儿？是个女儿。很可惜，他一出世，不只是没有父亲，我还怕他被明教众人找到，所以把他托交给一户农家抚养。这些年来，我都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。说起来，我真是愧为人母。可惜，你逃避了那么多年，还是被波斯总教的人找到。我真不明白。事情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波斯总教的人还千里迢迢地派人来中土找你呢？唉，圣女失贞，在波斯总教来说是滔天大罪。就算我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。无忌，昨天那波斯三使，他们的服饰跟我们中土明教的有什么不同？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同。他们的衣服上都有黑纱。黑纱？黑纱在波斯总教来说乃是丧服，莫非波斯总教的教主死了？可能是这样，他们才不远千里来中土找圣女。什么声音？大家快跑！紫山龙王，金毛狮王，你们两个胆敢勾结外人，违抗教令，识相的跟我们回总教请罪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哼，简直笑话！你用大炮炸毁我的瓜棚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还胆敢恶人先告状？戴启思，你身为圣女，应该很清楚知道违抗教规会有什么后果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反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要我们不反抗，行。除非你答应我2个条件。到底什么条件？第一，以后你们波斯总教跟我们中土明教互不相干，河水不犯井水。好。
这个绝对没问题。第二，你们要赦免圣女戴启斯失贞之罪，同时要保证以后不再追究此事。混账！戴启斯所犯的乃是滔天大罪，怎么可以随便说赦就赦，说免就免呢？简直是，胡说九道！公子，什么叫胡说九道？一定是这个波斯人不熟汉语，以为胡说九道比胡说八道多了一道，是更加荒谬绝伦的意思吧？哼，那他现在岂不是胡说十道？一定是你抢走我的圣火令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我义子。怎么样？我那2个条件你答不答应？我平等王做人很公平的，你要是有本事打败我们3大宝术王的话呢，不要说2件，再多几件也答应。好，韩夫人，无忌，我们3个就见识见识3位宝术王的武功。三婶说你这小子武功很厉害，哼，就让我们亲自会会你。哼。没想到你这小子的武功果然很厉害啊！小子，看来你的武功不过如此，受死吧！嘿，倚天剑。周姑娘，赵七哥哥，牛哥，珠儿，周姑娘，你们怎么会回来？敏敏，你没事吧？你还知道关心我？怎么这么说？你怎么样？一定是刚才被剑气所伤。小赵，你先带我照顾赵姑娘。嗯。哎，照我估计，这个应该是波斯文字。你懂得波斯文字吗？嗯。你知不知道上面写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翻译错，这应该是武功心法。因左则右，虚有乃后，3虚7实，无中生有。上！无忌哥，你慢慢想，我和珠儿先出去抵挡。嗯。什么理由？我懂了，难怪他们的武功那么奇怪，原来当中大有文章。小赵，小子，如果你不想这位姑娘有事的话，立刻放了平等王。你们，哎，我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我们跟他不是很熟的，他有什么3长2短，不关我们的事。敏敏，你少说2句行不行？不过嘛，我们这位张公子最喜欢怜香惜玉，如果你们不想这位平等王有什么损伤的话，就先放了他。怎么办？
我告诉你吧，在我们波斯总教当中有300多位宝术王，平等王只不过是排行359。你要杀就杀，反正多他一个不多，少他一个也不少。哦，是吗？谢前辈，就麻烦您老人家把这个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的无畏人杀了吧。好啊。你们都见识过了，我坦白告诉你们吧，我们这位金毛狮王在我们中土明教可是排行第3509位的。你们聪明的立刻放了我们张公子那位好表妹，要不然的话，万一惹恼了我们张公子，他再叫那3508位高手出来，恐怕你们没命回波斯了。反正你们也有人质在我们手里，谅你们也不敢耍什么诡计。我们姑且再给你们1夜时间考虑清楚。到时候你们再不放人，可别怪我们大炮无情。把女的押上船。是。你刚才干嘛那么傻？要不是我挡开你的剑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谁要你救我啊？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？怎么这么说？我怎么会要你死？你还说不是？你故意把人家扔到木筏上，让我漂流大海，死了都没人知道。我这么做无非是不希望你有危险。我不要你为我好，我不希望你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。你呀，你这个傻瓜，坏死了！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张无忌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是你下次再扔下我不管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会扔下你不管，好不好？这是你说的，你要做到啊！我发誓。我不用你发誓，你发誓就当家常便饭一样。对了，为什么你们又会回来呢？你还问我呢？你那个表妹啊，是个疯子，我差点被她扔到海里淹死了。好，我就把你扔到海里，我用不着这么累。看你这个乌鸦还敢不敢多话，吵得我耳朵都聋了，烦死了！哼，我淹死不要紧，我只求你回去救张无忌，求求你！哼，你这个臭乌鸦，掉到海里还这么多话。就算你不当他是张无忌，那你就当他是阿牛哥，你也不希望你的阿牛哥死在灵蛇岛。哎，我不再听你说了。知道怕了，再啰嗦。喂，他呢？这个臭乌鸦是不是沉下去了啊？啊！我也姓赵的，你别沉到海里吓唬我啊！你就是死了也活该，我绝不回心转意的。喂，乌鸦，你赶快上来啊！你再不上来，真的会淹死啊！我告诉你啊！喂，珠儿姑娘，是不是赵姑娘一条命不够，要我也跳下去，你才会回去帮无忌哥哥？如果是，我也跳下去。啊，我是不是欠了你们两个的？你现在赶回去还来得及啊！你听我的话。啊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！快回去救张无忌，快回去救他，救张无忌，救他！全靠我3寸不烂之舌，要不然啊，现在恐怕当了龙王3太子的媳妇了。咪咪，你这么对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
你真的想报答我吗？你把脸凑过来。你干什么？我学你啊！当年啊，你咬过你表妹一口，你表妹一直记到今天。我现在咬你一口，我要你一生一世都记得我。被你咬得流血了，想不记得也不行了。谁叫你没心肝啊？我什么时候没有心肝了？你敢说没有？那我问你啊，为什么你刚才救人的时候要先救周芷若，不先救珠儿？说不出话啦？你敢说你不是重色轻友吗？谁长得漂亮就先救谁，珠儿长得丑就没那么幸运喽。无忌哥哥，小昭已经把圣火令上面的武功心法翻译出来了，他们请你现在去。世间上居然有如此精妙的武功。无忌哥哥，要是你学会这种圣火令武功，不就可以打败他们了？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？想当年，我只是想学其中一个圣火令上的武功，就要花1年的时间，才有所小成。那是你实在太笨了。哼！无忌，依你看，要练成这6个圣火令上的武功，大约要多久？照这个心法看来，圣火令的武功和乾坤大挪移应该是同一路数。公子，你懂得乾坤大挪移，不就可以更快练成圣火令武功了？可以这么说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怎么会乾坤大挪移呀？切，会乾坤大挪移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不但会乾坤大挪移，还会阴阳大搅乱呢。阴阳大搅乱，这是什么武功啊？我不告诉你，让你想得变白痴。无忌，你还没说你到底要多久才能够练成这6个圣火令武功啊？看来最快也要1天1夜。可是我们只有半天，要想办法拖延时间才行了。我有个建议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。你一个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他人呢？都贪生怕死躲起来了。我们公子和狮王、龙王有点私事要办，暂时来不了，所以特命小婢前来，跟2位说声对不起。说句对不起就想算数吗？你没开玩笑。请2位息怒，公子之所以派小婢前来，是想跟2位做个交换。交换？不错，我们公子希望以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，来换取狮王、龙王2条性命。你是说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，如今在你手里？岂有此理！你这摆明了要耍我们嘛！乾坤大挪移心法并不在小婢手里，可是小婢有幸看过心法，要是2位答应我们公子条件的话，小婢大可以把心法默写出来。小心有诈，我自有分寸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要是你真的能把乾坤大挪移心法默写出来，我们便会放过紫山龙王和金毛狮王。踏千山天高海阔中，静看风转动云起暗涌，屠龍倚天1秒斬青空，世上雖經風雪萬重，情義最終兩者不會相容，在我生命中，何日那處去追我舊時夢？萬載千世誰狂湧，號令世間天讚頌，誰能去分正邪？從一